订婚宴上，未婚夫宋恒抛下我，去找他的白月光。第二天，他又抱着我的双腿说：“小雨，我逃婚是为了你，如果我不去找他，他会放出你的不雅照。”我一听，赶紧把他扶起来，那可真是委屈你了。未婚夫走后，衣柜里钻出一个男人，笑得花枝乱颤。你怎么不告诉他，那不雅照是他自己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订婚宴进行到一半，司仪喉咙快报废，把气氛烘托的那叫一个火热，现场白色气球汇成海，一派梦幻美。如果我对面的未婚夫宋恒能再敬业一点就好了，明明嘴里情深意切说的是我愿意，脸上表情紧皱的却像身患隐疾，给我戴戒指的手也在抖个不停。他痛苦的我都想中断婚礼，给他叫个紧急救护。我在心里冷笑，哼，看你还能装模作样憋多久。果不其然，戒指还没戴完，宋恒抬眼盯我一下，拔腿就跑出了婚礼现场。身后他亲爸急得站起来，连声大喊：“儿子！”我站在原地，明明心里直乐，却还得装作一副委屈至极的怨女子模样。转身、低头、抹泪，三个假动作很到位。请来的媒体朋友都不忍对着我脸拍，小声安慰道：“韩小姐，您别太伤心了，要看值不值得。”我安静地对这小姑娘一笑。宋恒值不值得我掉泪，我心里可太清楚了。环顾一周，看见宋恒他爸妈宋山先生和于柔女士正铁青着脸商量着什么，可能是担心今天这场逃婚丑闻影响公司股价吧。我一把扯了头纱，去后面找了个地方吃蛋糕，顺便听着旁边几个穿礼服的女生大声嗤笑。跟了宋恒1年多，以为是真爱，结果成笑话。就是人家宋小少爷有自己的白月光，对他一时兴起而已，就怕不识相的女人起歹念。我听得挺带劲，继续加了一块布丁。未婚夫逃婚还能笑得出来的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。侧头，贺岩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放大在眼前，他随手插了个樱桃放进嘴里，笑着凑近：“你怎么会看上宋恒呢？”这个问法很有意思，让我一时怔忡。和宋恒确定婚约以来，身边的人、娱乐八卦报道，无一例外都是说宋恒瞎了哪只眼会看上你这种货色。除了贺岩，没人会把我当成主语放在前面。与你无关，咱们俩现在就是饭搭子而已。贺岩继续坏笑，现在是不代表以后是，说不定我能晋升成你的床搭子。你韩语，我的气急败坏和身后严肃的声音混在一起。我转身，换了副得体的笑容，面对我的准婆婆于柔。在公开场合，她对我的鄙夷和不喜从来不掩饰。你的废话太多了，回家做饭。阿恒有低血糖，你不知道，你在这里吃喝，让我儿子待会儿回去饿着吗？我微笑不语。于柔女士挑眉，别给我露出这种笑，明晃晃写着你是穷酸乡里出来的。我继续微笑，小小恶对回去，那自然比不上您在孤儿院吃百家饭长大。于柔女士的脸色一变，恨不得用眼神撕了我，但这种场合不允许她过分失态。下一刻，她抬高下颌：“没事，你和我犟嘴的机会不多了。我儿子能在最后一刻看清你这小贱人，不枉我这个妈妈费心。”我看着他扬长而去的背影，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心里默默道：“之后需要你费心的还多着呢。”这才哪到哪，我换上一身牛仔长裙，回了宋恒给我置办的小公寓，划开手机屏幕，几张高清放大图片跳出来。
宋恒单膝跪地，正在给画面中的女人擦拭脚上血渍，他眼眶里的红血丝与担忧做不得假。看来他是真的很在乎自己这个白月光。齐婉婉呢？微信界面弹出几条信息，我都没用杀手锏，就玻璃碎片割伤了脚踝，他就紧张的不行。齐婉婉语气间不乏揶揄，我都似乎能预见到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。我往沙发上横躺，回应他：那你怎么没按我之前建议的，去河边溜达一圈？宋恒更得吓死了，不对，直接撞墙吧，血流得更多，看上去更恐怖，效果自然更震撼。几分钟后，齐婉婉给我打回来的是视频，我点了接通，就放在一边，继续看综艺。清丽又带着妩媚气的声音响在耳边：韩宇，我好歹也是你名义上的小姨，你天天不盼我点好，你就是我妈认的一个干妹妹，还是把她差点气死的那种。我啧啧嘴，我叫你一声小姨，你敢答应吗？齐婉婉一愣，随即爆发笑声，说吧，我准未婚夫给了你多少钱？不多，就区区10几万精神弥补费。怎么，你今天应付场面辛苦了，需要报酬？我摇摇头，我又不是因为钱和你合作的。总之，我的表演很精湛，天衣无缝，接下来看你了，拜。电话挂断，我在沙发上安静坐了很久，手指慢慢摸到我脖子上常年戴着的吊坠项链，那里刻着我妈妈的照片。妈妈，很快我就能为你报仇，相信我，你的女儿缺点一大堆，但想做的都能做到。宋恒回来时，我半躺在沙发上昏睡，仍然有感觉。他俯身向我凑近，气息越来越粗，一下睁开眼，我们四目相对。小雨，他眼眶还是红红的，张嘴声音沙哑，急解释，我和婉婉姐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她救过我，我不能不管她，真的，我发誓，我们什么也没发生，只是她自己搬家时弄伤了脚踝，流了血，容易伤到脚筋，我才会在那么重要的时刻抛下你。很好，信息完全对得上，这还算得上诚实的宋氏小少爷，的确不善骗人。但他并不知道我内心真正所想，以为我在冷暴力对他，一把拉住了我的手。如果你不信，我马上可以叫他过来对质。说着，宋恒声音缓缓低下去，我只是把她当一个知心大姐姐，不会轻易出轨。我家教很严，你知道的，小雨。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，我点头，好，别说了，知道了。啊？什么？我偏头，认真道，你不是解释完了吗？我听懂了，也了解了。就这样，事情似乎远不在宋恒的设想范围内。他半张着嘴愣了好半天。我认识宋恒时，他大学还没毕业，可能是因为家境过分优渥，他父母又天生一派雷厉风行的气度，替他扫清了成长路上不少阻碍，因此这大男生谈起恋爱来显得很是认真、正经以及纯情。他也没有很多信手拈来应付女人的经验，只能用最大众的思维判断女友的喜怒哀乐。在他看来，我现在最应该发怒、咆哮、摔东西，而不是冷静地说一句我知道了。我只能无奈表示，你刚才说的我都信，因为齐婉婉也是这么说的。宋恒松了一口气，拉着我的手坐到沙发上。你很诚实，宋恒，当然，大学时你就是被我这一点打动的，不是吗？我笑笑，不置可否。我们没心情叙旧了哦。我摇摇手机，你爸妈让我们今晚回去吃饭，用词是立刻，不容迟疑。其实宋恒父母家我没来过几次，因为每次我被带来都闹得很不愉快。他妈妈于柔女士好几次撕破表面的平静，直接抄东西砸我。不怕小雨，有我在。进屋时，
宋恒轻轻捏了捏我的手腕，我刚想对他笑一笑，一个茶杯就从我耳边飞了过去，玻璃碎裂在地。保姆赶紧弯腰过来打扫。我没别的，就是有点心疼。这茶杯是淘来的，可不便宜呀，妈。宋恒上前一步，将我护在身后。你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？小恒，他爸从楼上走下来打圆场，为了个所谓的女友，你怎么对你妈妈说话的？于柔女士站起身来，愤愤地盯我一眼。被我骂了这么多次，还能有脸跨进我家门？你的羞耻心真是超出我下限。我看了眼紧拉我手挣脱不开的宋恒，弯唇一笑。有人撑腰，今天这个威我是一定要做。还有更超出下限的事，你要听听看吗？但我看您的腿脚站不住了，坐轮椅上听比较好。于柔女士本想上前撕我，被保姆和自家老公拉了一把，又退回去。她不再看我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瞪着自己儿子，声音冷冷：我以为你这个傻小子是开窍了，结果你又让我失望了。也是，你从小到大看人的眼光都不怎么样，总是把次品当成宝贝。说着，轻笑斜睨我一眼。儿子，说吧，你这次在外面看上的那个女人是谁？带回来，我斟酌考量一下。就算再差再不堪，至少也比你现在手里牵着的这个好。妈，宋恒咬了咬牙，呼吸明显急促。我以为前几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只认准小雨一个。宋恒他爸放下茶杯，质问：只认他一个？那你昨晚怎么和另外的女人同住酒店呢？孩子，这说明你的心已经做出选择了。话音未落，我假装震惊，一把挥开宋恒的手。你昨晚和那个女人过夜了？你刚才都没告诉我。宋恒犹豫着上前：小雨，只是共处一室，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你刚才明明很信我。我连连后退，眼看就要退到大门口，宋恒情急，竟然一下半跪着抱住了我的双腿。小雨，我会逃婚去找他，其实也全是因为你。于柔女士气得不行，指着自家儿子大喊：死小子，给我站起来！你的尊严呢？宋恒却不管他，仍旧红着眼。齐婉婉说：他手里有你的不雅照，我不敢赌，如果我不去找他，他会把照片放出来。几句话听完，我表面平静，实则内心大无语。这个齐婉婉到底胡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当着宋恒爸妈的面，我弯腰把他从地上拽起来，拍拍他的肩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可真是委屈你了。我态度转变太快，他爸妈愣了，宋恒更是眼睫毛眨个不停。委屈你，要出卖色相安慰齐婉婉来保全我了。宋恒摇摇头，立刻凑过来拥抱我，而全然忽略了在听说齐婉婉这个名字后，他爸宋山的反应是多么剧烈。而于柔女士更是不受控制跌坐在沙发上，神色带恨。齐婉婉竟然是这个贱人，今天这顿饭看样子是又吃不成了。宋恒看着客厅气氛实在焦灼，便把我拉到了后院的休息卧室。我看着宋恒，轻声说：你应该好久没陪他们了，现在我不需要你，你去开解他们吧。我点点脚，眺望远方，眼神带上几抹冷意。看样子你的父母隐藏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呢。小雨，谢谢你。宋恒没发现我表情的转瞬变化，仍旧认为我是一个贴心的女友，用力抱了抱我。你总是这么懂事，让我觉得特别没有男友气概。但你信我，我会让他们接受你的。我没法正面回答他的殷切话语，毕竟我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他父母的接受，认可更是笑话。我真正所要的是一场真相。等我半小时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然后带你去吃最爱的茄汁拌饭。”等宋恒小跑走远，我正准备坐下，卧室的大衣柜平白打开，里面出现一个人。我的惊呼被他眼疾手快捂进肚子里。“你刚才怎么不和你的小男友说？那不雅照。”“可是他自己啊。”贺言笑得花枝乱颤，眉眼里尽是愉快。他和齐婉婉也是认识的，对我们之间的事一清二楚。费力扯下贺言的手，我瞪他一眼：“这你都知道，但很可惜，我的事与你无关，很快就会有关了。”没理会他的胡言乱语，我关上门，压低声音：“你怎么会出现在这？入室抢劫？”他笑，身体往后仰：“如果是，你会举报我吗？”我翻白眼，下意识回答：“那要看赏金多少。我现在是宋恒的事务顾问，在他正式进入宋氏公司前，我要奉他爸的命，时常来监管他，所以咱们偶遇的机会多了，偷情的机会也……”我实在不耐烦，给了他一个肘击，止住了耳边的话。没多久，宋恒出现在后院小花园门口，拉起我的手往前走。在餐桌上，我发现他有些心神不宁。“怎么了？从你爸妈口中得知了什么陈年旧事？”小雨说出来，你很难相信。“是齐婉婉。”我喝了口饮料，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。“继续说呀。”宋恒表现得极为难以启齿。他骗了我，他不是什么知心姐姐，我的良师益友，他曾经是我爸的小情人。我的震惊表情给得恰如其分，让宋恒跟着吸了一口气。“我跟你一样难以相信，当初他大学毕业就和我爸在一起，热恋6年多，但最终我爸迫于家里压力娶了我妈，婚后他们就断了。可不知后来怎么，我妈会找人去威胁齐婉婉，甚至让她流掉了孩子。这些事情我事先都是知情的，不止齐婉婉，我的妈妈也对我说过。”我看着对面宋恒抱头苦思的样子，郑重道：“宋恒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“什么？你说。”“齐婉婉她算是我的小姨。”这句话落下，宋恒直接呆滞好几秒，才磕磕绊绊继续问：“什么？什么叫算是？”“她是我已过世的妈妈认下的干妹妹，据说他们是同乡出来的。”小雨，宋恒坐到我身边：“你又想起你妈妈了，对吗？”说着，轻轻一叹：“周云阿姨，当年她可是风头正盛的画家，却在一次事故中去世。”我不动声色离开宋恒的手臂，手指微不可察的发抖。要是伯母现在还在，我得亲自去找她，感谢她生下了你这么棒的女儿。宋恒笑着又凑近我，我问：“我的身世你没有告诉你爸妈对吗？”“当然没有。”“你说过吗？”“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些。”“谢谢。”宋恒，好了，不说这些伤心的了。听说你最近在准备开公司，我这儿有张卡，你拿去。”宋恒，我轻推开他的手：“我不会要你的钱，况且这件事我做到一定程度会告诉你，好吧？”他低头，神色几分黯淡，但转眼又开心起来。“我爸公司新招了一批年轻画家，还准备打造一个赛事，专门培训他们。你如果想去，我知道我是这次赛事的评委之一。”他一愣，接着就大力捧场：“我的小雨总是这么棒，到时候我去支持你。”在他看不见的角度里，我慢慢收敛起假笑。宋氏公司近几天发布了消息，要公开举办油画大赛，录制一档陪伴式成长娱乐节目。因为请的主持人是个明星，所以节目热度维持得不错。我提前接到了邀请函，节目组请我当评委。这些年，我虽然忙着和朋友开自媒体公司，但画画的主业从没落下。我注册了一个账号，名叫云梦，发表了不少油画作品，粉丝量逼近50万。但是，
我从没在公开场合发布过自己的真实照片，因此少有人知道画家云梦就是韩语。在准备去当评委的前一周，宋恒来接我参加宋氏举办的慈善晚会。一进门，正在谈笑的于柔女士脸色一垮，眼神锐利地刺向我。另外一个披着羊羔绒的女人笑起来：“于柔，这就是你的准儿媳，眼光不错嘛。”“不错。”她攀我儿子高枝，可没经过我同意。于柔女士一身金色长旗袍，外面罩着黑色坎肩，灯光扫过，映衬的她的整张脸高贵优雅，却又带着不近人情的冷硬。她的日子过得很不错，想必早已经忘了当初做过的孽吧。既然是准儿媳，那帮小柔你擦擦鞋不是问题吧？另一个中年女人提议一句，对上我的眼神时高傲一笑。披羊羔绒的女人也应和起来：“这哪是问题，这是基本规矩呀，不然怎么知道你这儿媳之后的孝心呢？”于柔女士听完，勾唇笑起来，说的是啊。她伸出自己那只黑色尖头高跟鞋，脚尖朝上指着我，努努嘴：“我的准儿媳，来帮我擦擦，别让人看了你笑话。”她凑近，用只有我们两人听见的声音说：“也让我看看，除了床上勾引人的功夫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”周围围绕一大群喝酒聊天玩牌的人，他们脑子里看热闹的心思藏都藏不住。于柔眼里的刻薄笑意犹如荆棘藤蔓，一点点缠上我的脊背。“于女士，昨天宋恒还和我说呢，我们是一体不分彼此，苦活累活他都干，我负责撑场面就好，所以别急，我这就去把他找来给你擦鞋。”说曹操就到。宋恒从酒店另一头朝我挥手，小跑过来。我大声道：“快来，咱妈脚扭着了，等着你抬轮椅过来呢。小贱人，你敢诅咒我！”于柔气恼的声音响在耳边，我来不及反应，后面小腿肚硬生生挨了他一踢，脚踩高跟鞋，我直接趔趄着往楼梯下面滑脱好几步，眼看就要跌入旁边的泡沫池。一双带着热度的手扶住了我的腰，稳稳当当将我固定在空地上。贺言在我面前挥挥手：“没事儿。”我咬牙：“多亏了你，英雄救美。”他胡话顺口就来：“我只救你一个的。”宋恒终于来到我面前：“小雨，你没事吧？”我摇摇头。贺言双手插兜，往后退一步，气势凌厉，不输任何人，看向宋恒，区10几米的距离。你过来用了几分钟，那些女生的搭讪你拒绝不了，还是不想拒绝？宋恒被问住了，只回答：“她们都是些小女生，我不能驳了她们的面子。”我面上没反应，心里直摇头。幸好姐跟你只是来假的，不然得生多少气呀！贺言看我一眼，也笑开了。那好，你回头看看，你老妈应该不是小女生了吧？她刚才推了你未婚妻，你不打算说点什么？于柔女士仍然站在阶梯上方，双手环抱在胸前，神情倨傲。放心，儿子，韩宇好着呢，他刚才就是没站稳。我想扶他一把，但没拉住。我没开口，顶着周围越来越强烈的嘲讽声，看着宋恒一点点转回头。小雨，应该是搞错了，我妈她就是脾气被我爸宠坏了，骄纵了点，从来不伤害别人的。我白眼一翻，那我小腿上这淤青是哪儿来的？宋恒闻言，这才看向我的小腿，眉心一蹙：“阿恒，别被韩宇几句话带着走。”于柔女士走到我们面前，冷冷盯着我：“我的孩子，你看看，明显你对面这两个人有见不得人的肮脏关系。韩宇不知道攀上几个老板了。我说过，你只是他备胎之一。这种想空手套白狼的女人，我见多了。
那个齐婉婉就是个例子，不是吗？宋恒温和的表情有松动，复杂的看着我。小雨，你告诉我，不是我妈说的这样对吧？你跟贺顾问没有什么关系对吗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贺岩长腿一迈站到我身边，纠正一下，于女士，我们是堂堂正正见得人的关系。我和他10几岁就定过亲，比和你家窝囊儿子早几百年。其二，我家韩寒可不需要潘老板，因为据我所知，他自己有的是钱。哼，他有钱？于柔立刻嗤笑出声，靠我儿子给他的那些钱，以及不知道谁给的包养费才对，每个月应该能拿到10几万吧？韩宇，你这身体值这个价吗？我耸耸肩，嘴角一翘，阿姨这么了解，难不成自己是过来人？于柔狠狠一怔，给我闭嘴！我走上前，对准他眼底的阴鸷，一字一句开口。我和朋友开的自媒体公司虽然小，但盈利很不错。我的分红每年只增不减，您儿子每次给我的还不够我吃一顿大餐的，也好意思拿出来说。宋恒走上前，有些着急：“韩宇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”贺岩一个锁喉，止住他的动作。至于我的主业收入来源，我看向晚宴中心的大屏幕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话音刚落，宋恒他爸宋山就在聚光灯中走向露台，站立在话筒前讲话。很高兴诸位同行、亲朋好友能参与此次由我宋氏举办的慈善晚宴，最新联合举办的油画大赛。我们官宣了业界知名画手云梦女士担任评委，我们也给她寄去了邀请函，不知她今天是否到场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聚光灯横竖闪回几遍，最后直直照射在我身上。不远处聚集的人纷纷鼓起掌来，我在掌声中冷静提裙，微微弯了下腰，挥手致意。余光中，于柔女士的脸因愤怒而皱成一团，气息都不顺畅了。她当然得气，因为提出让网名云梦的我来担任这次评委，是她最先向公司提出的主意，而她已经用自己的私人邮箱给我发信，要求我在大赛中作假，给她推荐的某新人一路开绿灯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要求我作为枪手，画一幅以宋氏公司新项目为主题的画，最后署上她于柔的名字，在节目结束时公开，进一步扩展她的名气。想到这儿，我的笑意难以抑制地扩大，看向于柔：“谢谢你的推荐，合同我很满意，已经签了，我会好好表现。”于柔目色带着狠意和不解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，疯女人？”我笑起来，这次是真正带着畅快的笑。我觉得你应该更想问的是，我到底是谁，对吗？我的绘画风格和笔触很像你以前的一个朋友。不对，我摇头，很像你以前认识的某个女人，是你在噩梦里痛哭流泪、追悔莫及也不能赎罪的人。死丫头，闭嘴！于柔强撑平静的面孔被我撕碎，她走上前想给我一巴掌，却被宋恒死死抱住。我注意到宋山宋董事长讲完发言，没顾得上这边的混乱，看了眼手机就急匆匆走向后面花园休息厅方向。阿姨，真心劝告，与其在这儿找我麻烦，不如去看看你先生，马上就该你们夫妻上台发言致辞了，他怎么一个人去后花园呢？于柔这才如梦初醒，四下慌乱地看了一看，再一瞧手表，都快到9点了。他一把推开抓着他手的宋恒，踩着高跟鞋往后花园去了。小雨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，你就是画家云梦？我瞥一眼宋恒，告诉你干什么？惊讶于我态度的转变，他微低头。小雨，你在网上这么有名，我真为你高兴。刚才我妈妈是不是伤害你了？你别跟她置气，她只是……
后花园处爆发不小的动静，我掠过他，径直往前走。贺言随手端来盘子，上面是几样我爱吃的甜点。看热闹也要先填饱肚子，对不对？我扬眉，你可真贴心。我们一行人走到小后花园时，看到的就是一副诡异的场景。宋恒他爸的西装外套被扒了下来，他正艰难半跪在地，打捞自己落进池水的手机。他身后，于柔披头散发，全身湿透，像一只水鬼揪着宋总的头发。而一旁靠在假山上，拿着手机兴奋抓拍的人，就是齐婉婉。来都来了，我顺手也拍了一张。宴会主持人赶紧控制局面，让服务员给于柔送上毛巾。于柔没接，狠狠打掉，双目通红，想吼出什么话，却又因为外人在场，生生忍住。他猛地转身跑向礼厅。妈！宋恒想追上去，但看贺言一直紧跟在我身边，又特意折返回来，把我拉走了。刚到休息室门外，就听见于柔对自己老公大吼：“你又跟他联系上了？宋山，你有没有良心？那个狐狸精有什么好，让你这么着迷？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只是弄掉他的孩子，该把他一起弄死。只可惜他没死成。我那个好姐妹给他垫了背。”疯狂至极的话语让我脚步一顿，手指剧烈颤抖。然后屋内响起了清脆的巴掌声。宋恒一着急，直接推门而入：“爸，你怎么能对妈动手？”但是于柔的表情也呆呆的，看着满身狼狈的宋山，他脸上是明显的5个手指印。于柔，当初的事我是有错，我认。这巴掌我惩罚我自己，我没有处理好和你和婉婉的关系，让她名声尽毁，让你也性情大变。说着话音一转：“但是你就真的一点错也没有吗？我后来都顺从家里跟你订婚了，齐婉婉也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你却找人去绑她到黑诊所打胎。”什么？宋恒惊讶不已，满脸不可置信。我站在门背后他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强迫自己深呼吸，没有走进去。我知道我所期待的真相就要揭开，可惜呀！于柔跌跌撞撞站起身，又重重落回沙发。齐婉婉那个贱人没死成，周云却意外死了。周云说：“我要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可他明明是我的朋友，却总是偏向别人。”我听得手心发凉，咬牙才能勉强站住。而宋恒则是被这些往事打击到，愣怔着说不出话来。于柔现在还不知道，她嘴里的周云就是我的亲生妈妈，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。她曾是景城最炙手可热的画家，19岁获得了国际奖项，娱乐媒体争相报道。后来她加入了新的公司，每幅完成的油画都是高价卖出，十分抢手。可就在12年前，因为一次违规举办的画展，他被冠上抄袭、找抢手吃人血馒头的坏名声。画展上的巨大铁架台倒塌，让现场2个工作人员落下残疾。没多久，各大娱乐头版出现一条新闻：著名画家周云在成城地车祸身亡，怀疑是狂热粉丝追尾，意外引起事故。当时我才不到10岁，一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南方。外公说，意外发生时车上还有一个人，就是我妈的干妹妹齐婉婉。妈妈的葬礼上，我悲伤失声，却看见齐婉婉和于柔在我妈的灵堂前争执不休。恍惚中，我就知道妈妈的车祸从不是一场意外，更何况于柔曾经和我妈妈在绘画界以好姐妹相称，却在声明尽收后抹去我妈妈对公司，也就是现在的宋氏的贡献，甚至在公开场合诋毁我妈，表示周云走了弯路。
我没能及时劝阻，是我一生的遗憾。这样的恶人，难道不该付出代价，不该被世人看清阴险可恨的真面目吗？绘画比赛节目录制中，我才担任评委几天，于柔女士就坐不住了，因为我完全没按照她内心所想的，保护她挑选的那个20岁的女选手晋级。而她之所以急，一是因为她和这个女生签了协议，于柔让她成为节目冠军，顺利进入宋氏公司，而那女生就要在背后当于柔5年的枪手，满足她对名誉的渴望。现在一切都离她的预想轨迹相差甚远。我和绘画圈里其他作者又联名开始抵制找人作画行为，大家各有人脉，响应很快。所以于柔想在短时间找另一个没有什么名气，画作却要过得去，还能乖乖听话的傀儡，并不容易。以前从来不正眼看我的人，现在开始在半夜电话骚扰我。于女士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，你究竟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她语气阴恻恻。我犀利反问，怎么，您是害怕我录音，所以要继续给我装，维持人设吗？你要是不知道我是谁，会给我打电话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一会儿，久到我以为他会直接挂断。你是周云养在老家的女儿，你想干什么？利用我儿子要钱吗？我不缺钱，我要的是一个真相，以及拿回我妈妈当年该得到的东西。翻开相册，我看着里面的一幅幅画作底稿。于女士，还不明白，当初我妈妈用画画挣来的钱当本金投资，这才有了宋氏公司的雏形。她该是原始股东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可后来因为你们理念不合，你就逼迫我妈妈连轴转办画展，违规活动，她不同意，你就设计逼死了她。你胡说八道。于柔压抑着发抖的声音，那是个意外。意外，我已经知道，导致我妈和齐婉婉出车祸的车主就是你安排好的人。虽然他当时揽下罪责，不供出你，但他现在已经被放出来了，而且没了家人。你说这种情况，你还会好过吗？于柔厉声，少废话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？你说，只要我有。很简单，我拿着手机俯视落地窗外的夜景，黑暗里总有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，灯火晕染了我的眼眶。但这世上除了死去的妈妈，再也没人会为我点亮归家的灯。1周后节目结束，直播晚会上，我要你当众承认自己的错，承认你因为什么原因违规办画展，却让我妈背黑锅，承认你为什么丧心病狂害死她。你做梦！嘶声尖叫后，于柔语气一顿，难得带了点恳求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，你妈当初投入公司的本金和分红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气笑了，那不叫可以，那是你应该做的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想到早早过世，生命年华戛然而止的妈妈，心里忍不住顿痛。今天晚饭是没心情做了，正打算叫个外卖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打开门，是贺岩，提着一盒饭，对我歪了歪头。介不介意蹭个饭？我介意，你就不来了吗？侧身，他理所当然地进了屋，大大咧咧往沙发一坐。节目直播那天，你妈妈当年的画展事故会得到澄清。不知怎么，我总觉得心下不安定，声音不自觉带了点迷惘。真的吗？贺岩难得没有嬉皮笑脸，认真道：当然，因为我会一直在看着你做成自己想做的。客厅晕黄的灯光太耀眼，照得他正脸轮廓分明，眉眼挺立而深邃。我觉得自己也被灯光晃晕了。我对贺岩笑笑。下一刻，我家大门从外被大力推开，宋恒愤怒的脸出现在门口，冷声质问：韩宇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皱眉，如果我没记错，
你1周前就没资格问这个问题了。咱们分手了，而且你靠什么手段拿到我家密码？我要告你的。”宋恒只回应了我第1句话：“凭什么分手？我没同意。别这样，我们都保留点体面。”宋恒愤怒中带着破碎感的眼神从我转向贺岩，下一秒，他直接冲上去对贺岩来了一拳，反手却又被掀翻到地上。我脑仁整个嗡嗡的疼，要打出去，你们可以尽情发挥，这是我家。我随手抄起身边的扫帚，对着2人一顿轰。宋恒不走，扒住门框看向我：“韩宇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真心？难怪不管我怎么做，你都不信任我，不依赖我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难不成你接近我真的就只是因为你妈妈吗？”宋恒，我打断他的话：“周云是我妈妈，我想你已经知道了。她的死跟你妈脱不了干系。我没有想骗你什么，但有些时候确实是我刻意而为之。还有，我之所以能这么快凑足证据，那几次你带我去你家里，帮了我大忙。”说到这儿，我难得带了点愧疚看向他：“这个我认，对不起。但除此以外，我不认为你有理由对我大呼小叫。”宋恒却只是摇头：“韩宇，你从来没对我动过心吗？你不能这么冷血。再说，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，你为什么要欺骗我？”我摇头：“当年的违规画展事故让我妈名声扫地，2个员工落下终身残疾，却没有得到妥帖安置与照顾。那些不法之财全进了于柔的口袋，她用来培养你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宋恒，你也是既得利益者。”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宋恒还是不依不饶。我只能点开手机，放大几张照片摆到他的面前：“看清楚了，宋恒，这是你的高清裸照，够不雅的了吧？齐婉婉前几天发给我的，就在你逃婚又被灌醉那天。听好了，出轨的是你，撒谎的是你。我不知道你是和哪个小明星上的床，但这个足够让你家股价再跌一跌了。”说着，我没再管他摇晃不安的眼神，一把将他推出门外，转过身，深呼吸了一口气。贺岩还没走，拆开了饭盒，把菜一样样摆出来，说：“真的，你的输出力还是很惊人，比我们上中学时更有威慑力。”一边去，贺岩半蹲下来，看着我轻笑，说：“真的，很高兴那一天我能在。”哪一天？真相大白那天，你真正放下心里的防备那天。手指不自然蜷曲了一下，我没再接他的话。转眼就是1周后，我限定于柔站在台上公开道歉的日子，但她却还没有任何响动。化妆间里，我正在闭目休息，门被砰一声推开，于柔气急败坏踹上我的转椅：“韩宇，你个贪得无厌的烂人！你究竟对我儿子耍了什么花招？他竟然要把自己名下5%的股份转给你！”我慢慢站起身来，他怎么做可与我无关，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惹怒我没有好处，那我也得在下地狱前拉个垫背的。说着，于柔向我扑过来，在她长长的红指甲刮到我脸颊的前一秒，齐婉婉利落地跨进化妆间，揪着她的头发往后一甩：“于柔，我以为你上次发疯发够了。”齐婉婉一身白色礼服裙，妆容精致动人，认真又玩味地欣赏着地上女人的愤怒。于柔嘶声：“你是怎么滚进来的？”齐婉婉站到我身边：“有人说今天这里有场好戏，我当然得来看看。”说着，摇摇手里金色的邀请函：“于柔，你当年设计用车祸害我，让周云姐丧命，让我肚子里5个月大的孩子流掉，是时候付出代价了。”说到孩子，齐婉婉的目色流露出伤心：“哼，孩子也种而已。”我拉住齐婉婉，
上前一步，盯紧于柔。其实你知道，齐婉婉肚子里的孩子跟你老公无关，但是你不能接受外界都说这是宋氏老总的私生子，无法接受你的地位被挑战，所以宁愿知恶犯恶。台上主持人开始讲话，我挽了挽头发往外走，冷冷丢下一句：于女士，留给你思考醒悟的时间还剩下2个小时。这最后一期节目录到一半，所有选手中场休息，我在休息室位置看见了贺岩，他怀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，还歪着头对我狡黠的笑。我一晃神，仿佛看见高中时候那个满眼晨光的洒脱少年。我背着手走过去：你又给我带吃的了？贺岩抬手摸摸鼻梁，从怀里掏出一大束风信子。我一愣，知道他为什么送我这种花。风信子的花语是重生，重新开始。我希望你帮你妈妈找回公道后，能重活一次你璀璨风发的生命。伸手，我小心接过花，谢谢。他笑得开怀，快去下洗手间吧，你衣袖沾上画笔印记了。女生洗手间里，我将风信子放在一边，俯身打开水龙头，再抬头，一条带着强烈刺激气味的宽毛巾猛地捂上我的口鼻。我意识顷刻模糊，陷入昏迷。醒来时，身处一间陌生的卧室，于柔光着脚，一身黑色丝绸长裙，站立在窗户前。我咳嗽几声，才发出声音：你干什么？她转身，笑容在白炽灯的照耀下显得凄厉可怖。你说我醒悟的时间只剩2个小时。不，你说错了，当时是你活命的时间还剩2个小时，现在你要和我一起下地狱了呢。他仰起头，认真地品了2口红酒。我深呼吸，尽力保持冷静。你想杀了我？抱歉，有些迟了。你当年利用画展洗钱的证据，你对我妈妈的污蔑抹黑，抄袭的实证都被我提前安排交给齐婉婉了。现在我偏头看向紧闭的窗外，紫红色的艳丽晚霞盘踞着，正在渲染整片天空，正如色彩浓烈的油画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丛。已经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，哈哈哈！听我说完，于柔笑开，满是恨意的表情竟然浮现一抹释然。我知道，但只要我不现身，就没人能指责我、评判我，也没人敢。我于柔活到至今都是骄傲的。我看出他眼底越来越浓烈的自毁意图。当初我和你妈周云也算是知己，可他认识了齐婉婉，一切都变了。宋山要和我退婚，去找齐婉婉，我被整个锦城的人嘲笑。你妈却说我该去看心理医生，我去她的。整个房间的氧气已经越来越稀薄，我呼吸困难，咬牙开口：你放开我，我有东西要给你看，我会信你，咱们马上就要死了，一起死。说着，于柔掰开我的嘴，从身后拿出一大瓶安眠药，强硬灌入。大门在这时候被人从外踹开，有人狠狠推开了于柔，把我的头抱在怀里，柔声安慰。贺岩的怀抱是温凉的，却带着不可忽视的颤抖。韩语，别怕，你不会有事。我第一次抬起手，认真地回应他：我不会有事。几天后，我从医院恢复回家，贺岩来帮我收拾东西。病房的电视还开着，新闻正在播放于柔被捕的消息。这次的绑架罪名，加上10几年前他犯下的罪孽，数罪并罚。电视里那个女人的脸白得吓人，颧骨突出，却始终昂着脖子不肯低头。很小的时候，我记得妈妈对我说过：小雨，我有一个很不错的朋友，他是第一个支持我画画的人呢。有一天妈妈不忙了，就带你去见他。那个阿姨姓于，是个很漂亮、很骄傲的女孩。
他一定会喜欢你。现在我只能深深叹息，曾经他们应该是真正交过心的，只可惜有些事情一旦按下按钮就不能停止。出院后，我找出我珍藏多年的一本妈妈的日记，托人带给监狱里的于柔，这也是那天他绑架我想要给他看的。日记一共只记录了4个月，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妈妈和于柔的故事。他们曾一起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，比如一起去骑马，一起到孤儿院当义工，一起去山区当绘画教师。最后，日记停留在他们关系濒临破裂的那几天。妈妈写，等这次画展过后，得带于柔去看看心理医生，或者去冰岛旅游。她喜欢雪，希望那里能让她放下执念和痛苦。日记还回来的那天，女狱警说，于柔看完没有任何表情，但是发了一整夜的烧，呢喃自语。宋恒来找过我，递给我一份股权转让同意书。小雨，你还愿不愿意跟我一起？其实我都想好了，等一切结束，我想补办给你一场盛大的订婚宴。我埋头整理包里的东西，没看他。你来找我就是说这些。良久后，他重新开口，这里面是宋氏公司10%的股份，是当年你妈妈应该得到的。小雨，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我蹙眉，宋恒，我以为我上次说得很清楚了，咱们现在就是陌生人，你要实在想知道。一旁的贺岩笑着揽过我的肩膀，他会先和我去国外旅行，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我明白了。说完这句，宋恒走出房门，卡里的钱绝大部分我打给了当年画展那2位受伤员工，希望他们的生活能有所保障。然后换上一身橙黄色的套装，走进机场，准备开启新的一段旅程，了却一桩心事。今后的我一定会活得越来越好，明媚如光，活成妈妈所希望的样子。小侄女，旅行愉快哦，记得平安滚回来见我。齐婉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。一如既往，我已经先你一步踏上去法国的飞机了，老娘要去邂逅爱情，这次就祝福你吧。我笑着看向被贺岩牵紧的左手手腕，我也要和我的旅行搭子出发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